马克龙访华前一通电话先打给拜登，还有监军陪护，或是来试探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眼下这个时间节点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中国之旅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件大事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马克龙访华的时间很特殊，不仅俄乌冲突依旧持续焦灼，台海局势也非常的紧张，而且在美国渲染中国威胁到了一种几近疯狂的背景下，西方都在观望要不要登上美国反华战车的时刻。马克龙这个时候选择访问中国，自然会吸引到大家的目光。虽然很多人猜测马克龙选择访问中国是因为法国国内危机四伏，想靠着访华来减轻压力，转移注意力。在我看来，马克龙的此行算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试探，因为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，不仅拉上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，还在动身访华之前提前给拜登打了一通电话。暂且不论马克龙为什么要拉着冯德莱恩一起来中国，其在动身之前给拜登打电话，这有点申请报告的意思。在很多人看来，马克龙的访华之行顺利成行，说明得到了拜登的同意。那么拜登为何同意马克龙这次来访华呢？这大概率是因为有冯德莱恩的陪同。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其实是个名副其实的裸官，也就是其家属全都在美国，所以经常口无遮拦，以美国利益视为己任。在外界看来，马克龙拉上冯德莱恩访华可能是出于一种无奈，因为冯德莱恩或许是美国派来的监军。当然这只是外界的一种猜测，但并非没有道理，否则马克龙在动身之前为什么要给拜登打那么一通电话呢？不过说来说去，其实也就是想说那么一点，就是马克龙这次的中国行看上去是奔着加强中法合作沟通，促进两国关系来的，但实际上马克龙还是有点身不由己，可谓是有些话不能说，有些事也不能做。所以说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算是西方对中国的一个试探，也就是拜登想在背后看看中国现在对西方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，打算和西方国家聊些什么，做些什么。毕竟最近很多外国政要接连访华，其中不乏美国的盟友，这一度让拜登政府心里没有底，害怕一些国家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逐渐向中国靠拢。不过在我看来，即便是马克龙这次访华是一次试探，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也是一个机会。毕竟不仅是拜登会在背后关注马克龙的这次中国之旅，一些西方国家同样也会高度关注，因为他们也想看看马克龙这次访问中国能拿到什么好处，会有什么样的收获，从而权衡他们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